它被称为史上最经典的 cult 电影，堪称教科书般的存在。在那个用录像带看片的年代，和人肉叉烧包一样，这部电影不知道给多少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童年阴影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经典的恐怖电影《鬼玩人》第一部。静谧的树林中有什么东西在水面上爬行，似乎预示这里是个不祥之地。林间公路上，5个年轻人正在自驾游，开车的男人是斯考特。5人提前预定了一栋林间小木屋作为野外的落脚点。就在几人有说有笑时，意外发生，汽车差点和迎面驶来的卡车相撞。斯考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刚才好像方向盘自己滑了一下。恼火的斯考特朝着路边拦车的行人发牢骚，可等他们离开时，那2个路人却像假人一样机械地挥动着双手，看起来相当诡异。汽车驶向一座木桥，旁边还矗立着警示牌，尽管上面提示有危险，但他们的车子还是开了上去。果然，桥承受不住重量，塌了一大块，所幸有惊无险。汽车继续前行，很快便抵达目的地。门口的秋千随风飘荡，小木屋看起来也很破旧。斯考特摸到门钥匙，率先走了进去。里面的陈设还可以，于是大家高高兴兴把行李搬了进去。晚上，谢利尔对着墙上的挂钟作画。奇怪的是，6点报时的时候，分钟却没跑到整点的位置。突然，窗外一阵冷风吹了进来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。谢利尔的手好像失去控制，在一股力量的作用下，用力在纸上画了一个图案。仔细看，好像是一本书。房间里地窖的门咚咚作响，几秒钟后再次恢复正常。晚餐时，谢利尔身后的地窖门突然打开，在好奇心驱使下，5人集体围观，奈何地下太黑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有人猜测地窖里关着某种动物。为了搞清楚，斯考特艺高人胆大，一个人顺着木梯走了下去，可等了大半天始终不见出来。担心他出事，全场唯二的男性艾希只好下去找人。地窖有人住过的痕迹，很快里面的一扇木门引起了艾希的注意。刚走进去就被突然冒出来的斯考特吓了一大跳，搞半天竟然是斯考特的恶作剧。他在角落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本封面奇特的书，看起来和谢利尔画的图案十分相似，一把短剑，剑柄上是骷髅的造型。此外还有一台录音机。收获颇丰的2个人高兴地把这些东西搬回客厅。艾希好奇打开书本，里面全是充斥死亡气息的骷髅图案。打开录音机，大家才知道这些东西是木屋之前的主人留下的。他是个教授，生前一直在研究远古闪族人的丧葬文化和一些咒语，研究成果全部写在这本死亡之书中。根据书上所说，人死了只是保持睡眠状态，并没有真正的死去，通过咒语就能让他们复活。就在教授即将念出咒语时，惊恐万分的谢利尔连忙关掉录音机，但总有人不怕死。斯考特似乎不相信教授所说，想听一听到底是什么咒语。随着录音机继续播放，咒语也被教授念了出来。然而此时的5人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而至。木屋外的土地上升起古怪的白烟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破土而出。紧接着，窗户外面的大树倒了下来，砸碎了玻璃。谢利尔吓得不轻，尖叫着跑回自己的房间。稍晚时候，大家回到各自房间休息，趁着独处的机会，艾希拿出项链，并亲手为琳达戴上。和所有陷入热恋的情侣一样，2人如胶似漆，十分甜蜜。不过外面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。谢利尔听到窗外传来低吼声，循着声音，谢利尔不知不觉走进树林里。四下烟雾弥漫，低吼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加入我们吧。没等谢利尔反应过来，周围的藤蔓就像成精了一样全部动了起来，他们快速爬上谢利尔身上，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。绑人就绑人，不知道为啥还脱人家的衣服，一看就不太正经。谢利尔使出浑身解数，这才摆脱藤蔓的束缚。他一边跑一边呼救，终于在藤蔓追上来的最后一刻躲进木屋。谢利尔惊魂未定地告诉其他人，树林里的恶魔都活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要赶紧离开。大家以为谢利尔紧张过度，压根儿就不相信他说的。见他吵着闹着要走，艾希只好答应。
中途，艾希看到了什么，下车查看。谢丽尔不敢一个人待在车上，也下了车。结果看到之前经过的那座木桥已经彻底坍塌，就连一旁的警示牌也一并倒下。谢丽尔崩溃不已，哭喊着恶灵是不会让他们离开的。没办法，艾希只好带着谢丽尔返回木屋，等天亮后再做打算。艾希打开收音机，想获得更多的线索。他们得知，要是被恶灵附体，宿主基本没救，只有将宿主肢解才能驱除恶灵。琳达和雪莉正在玩猜扑克牌花色的游戏，没想到看向窗外的谢丽尔竟能精准猜中。就在两人诧异之时，转过头来的谢丽尔让人目瞪口呆，她的眼睛变成恐怖的白色，面目狰狞，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，嘴里还不停说着：“你们今晚都得死。”没错，谢丽尔已经被恶灵附身。说完，她便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艾希和琳达靠近查看，殊不知谢丽尔偷偷将铅笔攥在手中，之后猛然刺进琳达的脚。见状，艾希赶紧阻止谢丽尔。没想到谢丽尔变得力大无穷，挥动一只手就把琳达打飞出去，艾希也没能幸免，被谢丽尔打趴后还被倒下的木架压住身体。危急关头，斯考特用斧头尾部敲在谢丽尔头上，见他摔倒在地，斯考特又奋力一脚把谢丽尔踹进了地窖。见谢丽尔变得越来越疯狂，斯考特借着身体的重量死死压在门板上，最后用铁链成功将门锁住，但这显然是困不住恶魔的。随后新的危机再次出现，雪莉独自返回房中，听到外面传来异响，她来到窗边查看，不料窗户突然被什么东西打碎。听到雪莉的尖叫声，斯考特连忙跑过来，可是雪莉已经不在房间里。斯考特找了个遍都没发现雪莉的身影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的雪莉突然窜了出来，锋利的指甲在斯考特脸上划下一道血痕。两人撕扯着来到客厅，或许是看到同类的缘故，地窖里的谢丽尔变得更加癫狂，两只眼睛也从白色变成猩红。斯考特拼命一甩摆脱雪莉，而雪莉的头却不小心被火点燃。关键时刻，这哥们竟然圣母心泛滥，把他从火堆里又拖了出来，结果惹祸上身。雪莉一只手掐住斯考特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拿起地上的短剑想捅死斯考特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斯考特想起身上有刀，于是快准狠地刺伤雪莉的手。然而接下来上演的一幕却把斯考特整个人看傻，雪莉竟然开始啃食自己的手。斯考特抓住机会抄起短剑给了雪莉背后一下，雪莉倒在地上，身上不断冒出恶心的白色液体，之后便没了动静。按照之前收音机里说的，得肢解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转眼雪莉又满血复活，这战斗力要甩丧尸9条街了呀！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这回斯考特没再手软，从艾希手上拿过斧头，狠狠劈到雪莉身上。完事后，两人将尸块埋在了树林里。为了保命，斯考特想连夜离开，可琳达的腿伤很严重，现在还不能走路，因此艾希决定留下。见他态度坚决，斯考特只好独自离开。照顾琳达时，他脚上的伤口竟出现了蜘蛛网的图案，并且不断朝身体蔓延。琳达一脸诡笑地坐了起来，艾希吓得退出门外。斯考特却在这时慌张地从外面回来，腿上还受了伤。他告诉艾希，树林里果然有恶灵，根本跑不出去。担心斯考特晕死过去，艾希甩了他2耳光，问他外面除了桥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外界。没等斯考特回答，身后琳达的笑声吵得艾希心烦意乱，于是上前揍了他一顿。可琳达却笑得更兴奋了，一气之下，艾希将枪口对准他。按下扳机的最后一刻，琳达突然变成正常模样，眼含泪水地向艾希求助。艾希果然心软，把琳达搂入怀中。与此同时，地窖里谢丽尔的声音也变回常人。当然，这都是恶灵耍的伎俩，差一点艾希就被谢丽尔杀死。冷静过后，艾希将琳达拖出木屋，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。等他回来时，斯考特因为受伤过重，已经领了盒饭。屋外传来的笑声打断了艾希悲伤的心绪，他透过窗户看向外面，浑然不知琳达已经回到木屋。他用短剑刺伤艾希的手臂，两人打作一团。谢丽尔也不消停，趁机抓住艾希的脚，使了好大的力气，他才脱困。没过多久，艾希终于抓住反杀机会，将短剑刺进琳达的身体里，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艾希将琳达绑在工具房的木床上，打开电锯，
可看到项链的那一刻，他竟然又心软了。犹豫再三，艾希准备挖坑埋葬琳达的尸体，可他哪里知道琳达其实已经复活。他睁开泛白的双眼，随即又闭了起来。盖上土之后，艾希发现项链掉在外面，刚弯下腰去捡，不料琳达从土里钻了出来，双手狠狠抓住艾希的腿，眨眨眼的功夫，鲜血淋漓。慌乱中，艾希捡起木桩，一下两下击打着琳达的脑袋，可琳达头铁得很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她怪笑着朝艾希走来。认清现实后，艾希心一横，抄起铁锹，终于干掉了琳达。当他精疲力尽回到木屋，却发现地窖的门大开着，谢丽尔不知所踪。艾希拿着枪，小心翼翼来到房间，突然谢丽尔出现在窗外，艾希朝他射出最后一颗子弹，可惜没用，他连忙关上前后门，然后到地窖下面找子弹。水管里不断有红色液体流出，管子突然断裂，当场给艾希冲了一个澡。紧接着，地窖里怪响频现，唱片机自动播放，没有胶带的录像机播映着血色，直到发生短路，一切才停止下来。艾希拿到子弹后，第一时间回到客厅，挂钟里的指针飞快地逆时针旋转，最后停止在下午5点50分的位置，和此前谢里尔画下死亡之书的时间一致。艾希精神紧绷，猜测这本书很可能是关键所在。下一秒，房间里的窗户不停地开合，艾希简直要崩溃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忍不住把手伸了过去，谁知镜面变成液体，腐蚀了艾希的手。艾希靠在门后喘息，谢里尔的手却冲破门板伸了进来。艾希一枪击中他后，搬来桌子抵门。可这时斯考特也活了过来。打斗过程中，死亡之书掉落在火炉旁，艾希不敌斯考特，眼看就要领盒饭了。最后一刻，艾希急中生智，用双手抠瞎斯考特的眼睛。这时，死亡之书有了燃烧的迹象。可要命的是，谢丽尔也冲破大门闯入房中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艾希将死亡之书扔进火堆中，竟然真的有用。随着书本的燃烧，谢丽尔和斯考特的身体快速腐烂。几分钟后，鬼手破膛而出，恶灵似乎想要逃离宿主的身体，可惜来不及了。最终，鬼手化作一滩白色物体，漫长的黑夜终于结束。艾希走出门外，看着清晨的阳光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活了下来。然而，树林里又出现了什么，正快速朝着木屋的方向移动。在艾希的尖叫声中，电影落下帷幕。影片是蜘蛛侠系列导演山姆·雷米的荧屏处女作。当年他才22岁，由于资金受限，一个小木屋和周边的小树林就完成了电影大部分情节的拍摄。为了拍摄出想要的效果，可以说是手段奇特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很多重口味的镜头，如今来看并没有特别之处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非常震撼的。尤其山姆·雷米创造性的电影语言也是后人无法模仿的。正因为太经典了，2015年同名美剧上线，山姆·雷米全程参与了编剧和导演工作。直到今天，该剧豆瓣评分仍高达8.1分。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。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下期还会接着解说本系列的后面2部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